建议大家来台北旅行的时候，不妨来逛一下。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宜兰。今天我们的行程是去花莲，下一站是一个让我念念不忘的地方——池上。已经到台东了。一条长长的路上呢，那个桥上停了一台蓝蓝的公车号。现在已经到了屏东。大家好，我又来台湾了。上一次的走马观花实在意犹未尽，这一次我将继续探索台湾。在台北短暂的时间，我去了台北市政府闲逛了一下。其实5年前来台湾时，在朋友的带领下，我去过市府餐厅吃饭，的确颠覆了我对市政机关的认知，以至于一直念念不忘。所以这一次再来台北，我决定拍影片记录一下。早上准备从酒店出发的时候，一查 Google 才发现，原来台北市府的员工餐厅因为食安问题4月份就歇业了，但里面还有一家餐厅。这时候台湾朋友告诉我可以去试试立法院的员工餐厅，于是我马上变心，决定去立法院看看。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立法院的外面，然后有查到这边有个餐厅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就一起去看看能不能在这里吃个午餐。继续往前走，我查到那个餐厅现在，餐厅马上到了，还有50米。这里吗？我看看啊。康源餐厅。康源餐厅。你好，餐厅的可以去吗？你有定位？啊，没有，是需要定位是吗？完蛋了，这个地方要提前1天预约才能吃午餐，所以没办法，我们可能只能再去台北市政府试试了。骑了1个多小时的车，终于到了台北市政府。哦，这里就是餐厅，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餐厅啦。我看一下有什么。
内用吗？啊，内用。我要一个酱烤带骨鸡腿饭，然后再要一个美式咖啡。这家餐厅是由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运营管理，除了3餐、下午茶，也贩售各种点心。要提一下，喜憨儿在台湾是心智障碍者的称呼，这里为他们提供了工作和与外界沟通的机会，非常具有社会意义。是我点的美式咖啡，超可爱的样子。点的酱烧带骨鸡然后这一份饭，还送了一份汤，这汤应该是玉米汤。吃完饭，继续在市府逛逛。这个地方有一个原住民的简介，可以认识一下台湾有哪一些原住民。卑南族、太鲁阁族、鲁凯族、周族、少族、格马族、格马兰族、萨奇莱雅族、赛德克族。赛德克巴莱就是这里的。台北探索馆是一个了解台北前世今生的好地方。看看怎么上去啊？我们到了台北探索馆。这个是直接模拟了捷运的车厢，然后继续去3楼。这个地方很多小朋友。这是台北市不同区域的介绍。这方有很多模型，这是台北市的模型。这里是一个互动装置，拖拽画面探索空间。文化区，人情温暖，升级4个小任务，心愿完成送出，科技区，智慧生活，热火地，自然层，空气清新。
期待的台北。这个地方有台北的井盖的介绍。哇，这些井盖都好漂亮。非常的台湾的特色。这是台北市历任市长的名单。这边是一些台北的植物的标本。这是台北市的一些老房子的模型。哇，这个很漂亮，大稻埕。啊，这就是台湾的庙。这有一个可以抽签的装置，按下右边的投币开关。右边的投币开关，哎，是这样子的啊。然后这个是可以取签的，投币开关呢，就有一个像硬币一样的东西。那它这个是开关，然后摁下了之后，等签子取出，摇签声响起后，请轻拉签棒3秒钟，试一试。先投币开关，然后摇签声响起后签，哦，有声音嘞，拉3秒钟，1、2、3，哎，这有出来一根签，看看什么？勿作幽居叹凄寥，孤灯掩映度清宵。万金忽报秋光好，活寄扁舟渡北朝。第52首，哎，上集啊，运气很不错。从台北探索馆出来，我去了地下2楼，还有邮局。这里完全超越了我对政府机构的想象。哦，有卖衣服的，有卖衣服的摊位。前面是哦，这里还有一个理发部，男子理发部，还有一个女子美发部，名字是不一样的。洗发的价格是160。哦，还有服装修改部，蛮特别的。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修鞋部、钟表部和刻印部。哦，然后这个地方是餐厅，但是好像是，哎，就是之前的餐厅，去看一下，应该是关门了吧。
对，这就是之前的餐厅，然后发现果然是关掉了。然后这个小摊是卖的，好像是炸酱面哎。尝一尝这个地方的炸酱面。炸酱面哦，好像没了，就剩挂包了，怎么办？只有挂炸酱还有，因为面都卖完了，还有饭，饭里面还有5个菜，1、2、3、4。多少钱一份啊？80块，有黑胡椒猪排，很好吃。哦，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装盒子，只能装塑料袋带走。这辈子我那个用完就给你。哦，只有饭吗？没有。面卖完了，因为中午我要吃饭嘛，吃得多。哦，然后现在是不是这个食堂不开门啊？就那个食堂是不开门了？对，因为上次好像出了问题。哦，就是4月份的时候是吧 ？OK。大概是东西过期了，被检举罚200万，所以不敢再做。那他什么时候会再开呢？不知道，那个楼上我自己有很多吃的，很少上去买，所以不太了解。可以在这里吃吗？可以啊，这个转弯那里有福利社，餐厅转弯那个有。啊，就那旁边的桌子可以吗？也可以，都可以。啊，好啊。要不要吃饭？我就用这个碗给你装。这边吃的碗，带走就用塑料袋。其实我中午已经吃过饭了。哦，吃过饭，那你要不要吃那个薏仁？这个点心，这个很好吃啊，凉的。凉的哦。这薏仁，大薏仁跟小薏仁。这个多少钱一份？这40啊，这个65，挂包也很好吃，你可以吃个挂包，配个这个，简单又好吃。那我要一个薏仁吧。好，薏仁好。好，40块。好。牛腱怎么卖的？这个牛腱这个一条，这个是350。哦，350啊，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吗？对，这个须鱼，这个是鲫鱼，葱烧鲫鱼。哦。他们3点半还有一波人要下来。哦，都可以自己买回去吃。对，带回家。这个桂花酸梅汤，1罐。啊，这个怎么卖的？这个150，那个很好喝。哦，150。那个很浓哦，外面吃不到的。哦。但是你每个月什么时候来？这个时间是不固定的吗？下个月9月20才会再来。9月20。哦，是。我的厂商，你看就叫这里金柚花，你有没有看到？我在10号位，有没有？哦。金柚花是我。哦。所以我们照抽签的。我要9月20才会再来。哦，好的。这个零食摊位，还有一个表格。时间不一样，摊位也不同。这是40块买的薏仁汤，哦，薏仁还蛮多的。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有一点像马吉。哦，原来这有其他的吃的，早知道下次就来这里吃了。江浙菜餐厅，哦，不需要，谢谢。便宜很多哎，卤肉饭套餐只要90块。哦，卤肉饭套餐只要80，猪脚饭只要105，哇，太便宜了。然后在 B2还有一个便利店，还蛮大的，有坐的位置。所以如果下次来台北市政府吃饭的话，可以直接到 B2来。不知不觉在台北市政府待了4个小时，全程体验非常丝滑，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作为大陆人很是感慨，甚至在过程中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在政府机构里面，非常的奇妙。建议大家来台北旅行的时候不妨来逛一下。同时我也给自己许个愿，下次来台北一定要去立法院吃个饭。从台北离开后，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宜兰，搭乘巴士途经雪隧，1个多小时便能到达宜兰。
这一次因为有台湾朋友的陪同，所以我们打算自驾旅行。我们现在去取车。第一次在台湾租车，台币2000块每天的价格还是会比大陆贵一些，当然也是因为暑期的原因吧。今天我们的主要行程是去赏鲸豚，这个行程另一个亮点是会途经龟山岛。因为龟山岛附近海域鱼类资源丰富，所以也自然吸引了大量鲸豚前来觅食。我报的是下午3点半出发的行程，需要提前40分钟在头城的乌石港集合。它这个行程是有几种选项的，有登龟山岛、龟山8级加赏鲸。那我们这次报的好像是没有登龟山岛的。龟山岛位于距乌石港10公里的海面之上，外形酷似一只海龟。曾经有人居住，但1977年后因为军事需要，所有居民都迁移到了头城。一直到2000年，龟山岛才正式开放观光，但登岛人数每日都有严格的限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龟山岛是火山地质，而且是活火山，近距离可以闻到硫磺的味道，也可以看到冒烟。同时，龟首有一片海域，像牛奶倾倒在海里一样，被称为牛奶海。其成因就是因为海底火山活动，岩浆进入海水，形成热泉，热泉在与低温的海水融合，而形成了如此奇特的景象。在游览的过程中，全程有导览员的讲解，非常的详尽。同时，导览员也非常的幽默，比如他会让大家小心手机，因为海豚就算很热情，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帮你捡手机哦。欣赏完龟山岛，我们将去寻找鲸豚的身影。因为之前台湾朋友说过，看到鲸豚的概率会比看到海豚的概率小很多，所以我也降低了预期。这次自然没有看到鲸豚，但是有近距离看到飞旋海豚。虽然不多，但已然让我心满意足。据导览员说，今天一整天也只有我们这一批有看到海豚的身影。后来到花莲时才知道，就在我离开宜兰的那天，龟山岛附近海域有虎鲸出现，看来运气真的很重要。伴着夕阳，我们开始返程。龟山岛如同一座灯塔，始终在指引着方向。feeling like a new day.
you can find it now. You're gonna see. Ooh, and if it's empty bad, we're gonna get it. Alright. Oh, merciful radio energy. When I call, will you call back to me? Oh, merciful radio energy. Won't you hear my call? 要的电话到内山市南两地区的高山。从港口离开，趁着天色还未完全暗去，我们决定去头城滨海森林公园逛逛。这也是我在宜兰发现的秘境。这里游客不多，有一个复古味十足的八角瞭望台，而且目之所及是无边的大海和海中屹立的龟山岛。在这里坐坐放空，实在很是惬意，以至于第二天傍晚我们又去了一次，正好赶上了夕阳时分，加上下过雨后，回过头，远处的雪山山脉山峦叠嶂，云雾缭绕，如同一幅画。晚上我们去了礁溪。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礁溪啊，这个地方晚上非常的热闹。这家有鸭肉羹、鸭肉羹饭、鸭肉羹面、鸭肉羹冬粉，就光鸭肉羹就有5种。鸭肉羹好吃吗？我来个鸭肉羹米粉吧，你要不要？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刚才点的。尝尝这个高渣。治失败。高渣，里面软软的，非常好吃。尝尝鸭肉羹米粉，米粉蛮筋道的。这是点的干面，有点像担担面或者热干面的感觉。很香。然后这个肉臊的话是有一点甜味，有点像卤肉的感觉。这就是三星葱炸。有点像天妇罗那样，但第一次吃到这种里面炸的。由于礁溪的住宿比较贵，所以我们将住宿安排在了宜兰市区。宜兰火车站可能是全台最可爱的火车站了。连过马路的红绿灯都有音乐响起。旁边的丢丢当森林是个蛮有趣的艺术装置，灵感来源于绘本画家基米的作品，而基米本人也是宜兰人。基米这个名字真的是童年的回忆，记得当年很爱他的作品，向左走，向右走，月亮忘记了，地下铁等等，很多都有看。那时候绘本卖得很贵，买不起的我只能到书店去翻阅。我们现在已经从酒店出发了，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苏澳的7星岭步道和南方澳观景台。
七星岭步道全长4.8公里，不会让人觉得太累。依高度分别命名为1星关泉、2星关坳、3星关山、4星关树、5星关港和6星关海。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差不多5星的地方，然后还有2星就可以走到7星岭的最顶端了。前面有一个观景台，去看这个观景台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是这里的地图，如果继续往前走的话，要走大概1公里左右是新岭公园，也就是制高点。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原路返回。从6星关海就按着原路返回，因为刚才查看了一下地图，如果是继续往前走的话，大概可能要1公里多，而且都是那种石子路，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的这种步道，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再去了。而且看图片的话，它的风景其实是差不多的。从苏澳离开，我们开车前往南方澳观景台，途中路过苏花公路，时隔多年，再一次让我看到了美丽而奇异的台湾海。站在南方澳观景台，视野开阔，南方澳渔港的风光一览无余。晚餐我们选择在旅馆附近的夜市解决。铁板爆炒，吃到饱。要不要这家？这个是味道有点像凉茶，然后有加糖。台湾的水果有这种不同的切好的组合，火龙果的、凤梨的，这这个芭乐。中午要还车，所以我们将今天的游览地点选在了罗东。上午我们去了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曾经太平山、阿里山与八仙山并称为台湾3大林场，而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曾是太平山木材的集散地与办公厅舍的旧址。整个园区保留了当年的铁轨和老建筑，非常的出片。现在在这个林间走着，吹着凉风，然后特别的舒适。
同时也有一个博物馆，可以了解临铁的历史。居然还有木材卖，各种各样的木板，肖楠木、扁柏、红桧，这些是可以拿回去做砧板用的。还有木屑卖，哎，好香。我闻看。是了，你还是漂亮。然后这是有一条步道，是沿着这个湖绕一圈，这样。这就是这个地方会有的一些鸟类。这一排房屋特别的古色古香。后面有去逛了中兴文化创意园区，这里有始建于1935年的中兴纸厂的厂房改造而来。这个厂当时不仅是台湾规模最大的造纸厂，生产量甚至是东南亚第一。2001年停产，直到2014年由宜兰县政府接手，改造成了如今的样子。都是一些文创类的商品。这个地方是茶屋。这个是可以用显微镜来观察纸的细节，不同的纸张的细节。这个是这是橡纸，这个是牛皮纸，这个是棉纸，草本纸。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台湾将这些老地方保留得很好，让大家多了很多了解过往时光的机会。下午由于天气炎热，所以我们赶紧回去避暑。这个是区间车，相当于就是坐公交车了。列车准点来了，并没有晚点。
宜兰的旅程就此结束。总结一下，宜兰的风景真的很美，体验也不少。但透过这次旅行，我也发现了2个问题，这里想和台湾的朋友讨论一下。其一是住宿费用太贵，整个行程里面宜兰的住宿是单价最高的。为了省钱，我们选择了没有那么热门的宜兰市区住宿，但价格也要接近2000新台币每晚，并且环境也没有比较好，只是咖啡店楼上的狭窄房间而已。所以各位台湾朋友是否也会觉得宜兰的住宿是偏贵的呢？其二是停车费的问题，旅馆附近的停车场居然采用的是周末不封顶的形式，停一晚花了375块，但的确也是我们疏忽了，没有注意到是周末。不封顶这种形式，个人觉得还是有点过分了。记得停好车去旅馆的路上，还有好心的路人告诉我们停车场很贵，其实可以晚一点找路边的停车格是免费的。另外，在苏澳冷泉的停车场进去马上出来，居然也是按1小时收费，我觉得非常的不合理。我们第二天晚上吸取教训，把车停到了站前另外一个停车场。然后这个地方之前说的是12个小时最高是80，但是实际上收了我们160，所以他按照的应该是假日的标准，但是他假日呢标准又没有贴出来，唉。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台湾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常见吗？今天我们的行程是去花莲，现在我已经到了宜兰火车站，要搭乘9点过的台铁前往花莲。从宜兰搭台铁最快只需要1个小时便能到达花莲。虽然暑期还未过，但整个车厢的人却很少。当蔚蓝的太平洋突然出现在眼前，我知道花莲快到了。其实这已经是我第3次来花莲，不过距离上一次已经过了5年时间。因为相对交通不便，所以在花莲自驾或者包车是更好的选择。这一次我提前在网上联系了一位包车师傅，之前跟包车师傅约好在计程车这个站里面等他，先去找他的车。好像我已经看到他的车了，就是有龙猫图案的，非常可爱的这辆车。是这一辆。哎，你好，请问是曾师傅吗？是的。哎，你好，你好。啊，谢谢给我。啊，谢谢。不好意思，久等了。对，它火车到了清水断崖那一段哦，它就会放慢速度。对，那一段是重灾区。OK。哎，好，谢谢。上车了。所以地震过去这么长时间，就是他们是害怕吗？还是什么原因说不愿意来？一点是害怕，一点是交通3、2天的下一个暴雨就中断哦，所以他们过不来啊。好像其实花莲这边一直以来就是交通没有那么方便哈。对，交通本来就因为这个哈，台湾政府哈也真的很糟糕。我们想得到的，他们政府会想不到吗？全世界只有台湾哈是用这个环境评估、保护环境。这个阻挡说这个要把安全的道路开通，全世界人家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们是要怎么去克服？不是说出来用环境评估不会过出来阻挡。现在技术层面这么发达，对，你要怎么把动物的通道各方面要保存空间，帮他们做保留，是没问题的。这个山的形态外观要怎么保留？这个遇到这个打山的时候，你这个水脉要怎么去把它？像雪山隧道这么艰难就克服了，这个技术层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对了，为什么现在就是一句环境评估不会过就出来阻挡？这是政府太恶劣了。现在你看遇到这次地震以后才知道说这个路要怎么再重新去把它修复，也是有好的一面，但是你这个不知道几10年了，这个路还弄成这样，
对，每次台风一来，花莲人就心惊胆跳的。明白，这样子其实很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了。对呀，然后游客也不敢来。对，花莲他们就说给人的印象就是很漂亮，但是交通不方便。然后呢，还有些人说会，比较无聊一点，好山好水好无聊啊。对，基本上我这边的民风比较淳朴。你说那些夜店啊、夜生活的也没那么多。那明白有的年轻人他会比较对，晚上他来到这边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啊。那这边的店家也比较不会像其他的城市有比较商业化，这边的不管是小吃各方面哦，也都很亲切的，价格也不会去哄抬啊。这家桥头臭豆腐这个知名度都很高了。哦，桥头臭豆腐好像对，好像有听过。现在就差不多有人开始在到了假日都是在排队的。哦，这边停的是跑车哎。是那可能他有几个那个车友刚好来这边也是去吃臭豆腐的啦。对啊，这花莲是一个赏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啊。主要这边食物链丰富太平洋的整个带动一个黑潮花莲这边比其他地方看到鲸豚的几率是最高的这边有时候你看几百只在海面上飙，是真的很壮观的。这么漂亮吗？真的也不知道在想。虽然刚碰面，但和曾师傅一见如故，一路上谈天说地。对呀，这个也太……因为出发前我跟曾师傅沟通过，这一次我无所谓去哪里，让他这个在地人带路就好，所以我也完全没有做功课。也正因为如此，花莲之行不仅充满了惊喜，也是整个旅程让我倍感轻松的一段。沿着海边公路一路前行，我惊叹于眼前的无边美景，和曾师傅聊天才知道这是台11线。曾师傅带我去的第一个景点是基奇海滨游憩区，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东部海岸壮阔的海景。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八旗瞭望台，这里是台11线的制高点，可以眺望花莲的山与海。我突然恍悟，5年前来过这里。实际上2天的行程有一半的地方我都去过，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兴致，因为在我心里，花莲的海百看不腻。而这一次，我便是来重温旧梦的。继续沿着风景如画的花东海岸线前行，不知不觉也到了饭点。曾师傅带我到了石梯渔港的一家餐厅。中午就在这个石梯渔港，然后吃一些小吃，看看有什么好吃的。这个地方的选择还蛮多的，米粉、冬粉、拉面、油面、白面、干面、汤面。点的米粉，卤味拼盘，很好吃啊。味道卤汁香的话就做干的就口感就好吃了。对。鱼汤里面的鱼肉是蘸着芥末吃的。这个鱼汤非常的鲜美。等一下我们鱼汤来再请你吃啊。这里。对啊。哇，现捞的，第一手的。哇，新鲜的。刚才那条是鬼头刀，它这是带鱼。好漂亮啊！漂亮哈。这个第一手的是最好吃的。你看，这个的保鲜都够了。后来才知道，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石梯渔港，实际上是台湾赏金观光的鼻祖，也是台湾旗鱼产量最高的渔港。而渔港之所以得名，也是因为附近的石梯坪景区。现在来到的是石梯坪。这个地方是要人很多的，遇到这个辐射的关系进不来
那其实现在来是个好时候哎。石梯坪是典型的海蚀地貌，火山石灰岩层在数以百万年的海蚀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景观，宛如层层石梯向上。哇，好壮观哦！这个地方。对啊。站在单面山顶，脚下是翻腾滚动的海浪，耳旁是海浪的怒吼，但却让我感到了舒压和平静。距离石梯坪往北5公里左右，便是石门油气区。这里有个山洞，被称为石门马吉洞，也因为形似日产的一款轿车 March 而被称为 March 洞。好莱坞导演 Martin Scorsese 的 Silence 也在这里取过景。而往上看，还有个桃心形状的洞口。除了 March 洞，曾师傅说海蚀山谷也是最近的热门打卡点。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看海浪，我相信这里也会打动你。跟着在地人旅行的好处在于，他们总知道一些在海量的旅游资讯中容易被忽略掉的宝藏。比如这家可以看海的咖啡馆。下面种的是薄荷，味道特别的香。一瞬间，我似乎明白为什么张震岳突然不想回台北了。夏天旅行真的比较容易累，所以从咖啡馆出来，我决定返回酒店休息。毕竟在花莲适合慢步调，放松最重要。顺便提一下，这次在花莲的住宿非常便宜，2晚才新台币1800块。因为懒得去专门觅食，所以晚餐是在便利店解决的。好在台湾的便利店永远不会让人失望。饭团和花雕酸菜牛肉面。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吃的是花雕酸菜牛肉面。然后台湾的这个泡面居然是有肉的，看，真的是有肉哦，真的是有肉哦。又来到了七星潭。每次想到花莲的海，总会想到七星潭的蓝，而来到七星潭，又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燕姿《完美一天》的封面。一晃居然快20年了。所以基本上来花莲玩的话，就是1天海线1天山线，差不多。一天太鲁阁线，等一下前面开始都是这边都开始有那个落石的一个基痕出来了。中央山脉的高山满是山体滑坡的痕迹，可以想象地震当时是何等惊心动魄的景象。崇德这边都是太鲁阁族，他们早期都是住在高山上。太鲁阁族。
那后来政府规限他们往平地迁徙，主要是小孩子要受教育嘛。对对对。啊，老人家你看病才会方便啊。而虽然距离清水断崖还有几公里的距离，但奇异的海水依旧美丽动人。现在来到了庆修院。庆修院建于日治时代，旧名真言宗吉野部教所。当年有不少日本人被移居到了花莲等地，而这里就是在花莲的日本人的信仰中心。有趣的是，里面居然有4国88个所林场的石佛像。我正好去年在4国去过其中几个寺庙，路上遇到徒步前往的信徒们，真的很让人佩服。信仰之力不可谓不强大。如今这里已不再是寺院，而是单纯的成为了观光景点，但那份让人平静的力量还在。离庆修院不远，还有一个很酷的星巴克——回蓝门市。这是亚洲第1座集装箱货柜造型的星巴克，由著名的日本设计师魏延武设计。整个空间的确设计感十足，很适合拍美照。现在到了午餐时间，我们来尝一尝花莲的特色。好好好。这个面是手擀面，然后加的是臊子，非常的筋道，非常好吃。这个挂包里面是什么肉啊？控肉。控肉。还有我做那个咸菜。下午的行程，我居然又去赏鲸豚了。说实话，和宜兰相比，个人更推荐在花莲赏鲸豚，各方面都比宜兰要好。虽然依旧没能看到鲸鱼，但为数众多的海豚让我目不暇接。这一次的导览员小姐姐有点文青，一路上用温和的语调讲解着，侃侃而谈，让人如沐春风，也启发了大家在这趟短暂的旅途中有了思考。返程的时候，她感谢大家以这种方式来看鲸豚，而不是去海洋馆。她也说，台湾出台了新的法规，鲸豚秀将成为历史，这一点让我很是惊讶和感动。台湾真的很棒。对，
因为就是妈妈才有奶奶。不知不觉快5点，今天的行程算是告一段落。曾师傅把我送回酒店，我也要和他告别了。感谢他这2天的陪伴，带我去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每个景点都详细介绍，堪称专业的导游。好，拜拜。推荐的美食也很对味。拜拜。他和我认识的其他台湾朋友一样，热情、真诚、健谈，所以自然一见如故。就这样，花莲的旅程结束了。虽然花莲人自己都说好山好水好无聊，但对于像我一样的游客而言，花莲却是心头的那一束白月光。这里远离喧嚣，山海壮阔，每每想起都会心情舒畅。张震岳这样唱道：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笔直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是啊，这样的花莲谁又会忘记呢？4月份的地震让大家不敢来花莲，但我想说，其实这个时候没有了拥挤的人潮，花莲反而成为了那个可以让人静下心来好好感受的地方。现在的花莲有着便宜的住宿、无人的景点、不用排大队的美食，不变的依旧是动人的美景和疗愈人心的魔力。我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爱上花莲。从花莲离开，我将继续东台湾之旅。下一站是一个让我念念不忘的地方——池上。又要坐新自强号了。池上位于台东县花东纵谷平原的北面，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是台湾著名的稻米之乡。2018年，我曾经2度到访，在不同的季节领略了截然不同的美。这一次，我又来了。到池上了，哇，好热啊！现在出站，看有没有地方可以寄存行李。池上车站也同样蛮有特色的。这里有一个行李房，现在是休息时间，所以一会儿1点半再过来吃。站前就可以租自行车，150元起。池上站特别的安静，没什么人。来池上一定不可错过的美食就是便当。味美价廉的台铁便当应该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吧。对于这一点，我很羡慕，因为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每次搭火车，只有售价高昂的盒饭和方便面的味道。啊，那个要一个，只有一种吗？对，一种。对，好的。都一样。对。好。好，你好。后面的菜可以加。好，谢谢。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池上的饭糕了，这家是个老字号，然后茶饭味道挺。到处都是租自行车的，所以你可以找一个租车的地方，然后租一个车骑一下。这边有家租车行。去问一下租脚踏车多少钱。
你好。普通的脚踏车多少钱？100块，多长时间呢？到4点半。电动的呢是多少钱？这300块。 300块。对，这骑起来很轻松。300块骑到4点是吗？4点。差不多。现在是几点？现在1点。对，1点24点就是2个半小时的样子。对，3个小时。差不多了。1点、2点、3点、4点半吧。OK。差不多4个小时了。没关系，我就骑普通的就好了。好，可以啊。对。然后行李可以放我这儿。对，我正想问这个问题。好的，谢谢。不要带那么多。好。对，那我就把行李放这。行李就可以放这边。好，谢谢。反正就是随意骑嘛，对不对？随意拍，还是要有，要不要告诉你怎么走？我其实有来过，就是对，但是现在没有方位了，就是要去那个博朗大道该怎么走？我跟你讲，直走啊，一直走啊，一直走之后，你会过到2个红绿灯，第3个有没有？你看后面这种闪黄灯啊，这种闪黄灯，看到那闪黄灯你就左转，好，左转顺着路一直骑下去。好的，那边就是田地啊，稻田那个，然后博朗大道也就在那边。好的，谢谢。不要谢。好，那我先付款嘛。100块。OK， 好。那时候左边有个土地公庙，土地你就右转，这边有个洗衣亭。好的。啊，洗衣亭，然后洗衣亭完了之后再直走，右转，大官亭。好的。这边你就真的可以多待一下，拍一拍照，很漂亮。那再走到底，左转大水车。好，大水车的对面就金城武术，就是顺着这条路。好，反正就是好的，谢谢。慢慢来。好，谢谢。客气。沿途有这样子的补给站，这个镜子里面就是一幅画呀，实在是太美了。今天的重点就是在池上绵延的稻田间骑行。其实整个池上乡都很适合骑行，但博朗大道是最被人熟知的区域。笔直的博朗大道本名景星3号道路，全长约2.2公里，因为拍摄了博朗咖啡的广告而得名。已经到了博朗大道的这个入口这里了，然后这有一个相框，风景真的蛮漂亮的。如果是上午来的话，是顺光会更好，现在有一点逆光。Mr. Brown， 然后这个地方有自动贩售机，还有咖啡。哎，你好，有冰咖啡吗？拿铁有黑咖啡。啊，我来一杯拿铁。冰拿铁。
对了，金城武也曾经在这里拍过广告，所以还有一棵树被命名为金城武树。这是一棵茄冬树，2013年因为金城武为长荣航空拍摄的广告一炮而红，而第2年这棵树因为台风被连根拔起，还好后来在大家的努力下，这棵树又重新站立了起来，并且顽强地挺过了去年的海葵台风。另外，居然在不远处还有一棵蔡依林树。在池上骑行，我感受到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快乐，不用赶景点，也无需急着拍美照。无论你年纪几何，都可以完全享受这种脑袋空空、没所谓的放松状态。哇，台湾的山太美了！不知不觉，快到了和租车行老板约定的时间。我骑车返回车站，在小镇上穿行，清凉的微风拂面吹过，我不觉地哼起了七里香。一晃20年，但这却是永不褪色的夏日记忆。就像眼前出现的稻田和远山，一幕幕早已刻在了心里。Has in store for me. Passing by on the street, will be smiling at me, 'cause they already know. Like birds that are spreading, that are spreading.在池上搭上台铁，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台东。虽然是第一次来台东，但2天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计划，就是随便走走看看。已经到台东了，然后现在要去酒店。台东是全台唯一一个火车站不在市区的城市。2001年前的台东车站，如今被改建成了台东转运站，也就是台东真正的市区，所以下车后需要搭乘公车前往。巴士是往这边走。已经坐上车了。到达台东时已是傍晚，那天的落日余晖很美。已经到了台东转运站，然后现在前往酒店。我今天住的酒店就在这里，到啦。这次在台东，我住的是一家新开的青年旅馆，位置很好，装修风格简约清新。办理完入住了，然后有送2张早餐的抵用券，然后可以在附近的商家使用。一共是200元。小小间的，但是还蛮温馨的。基本上卫生间的面积已经跟卧室的面积差不多了。这是一些有铅笔，还有一本，这是一本杂志，还有笔记本，有胶带，镜子也是这样子挂起来的。而旁边就是台东观光夜市。往前走走看，这边的夜市还蛮热闹的，比花莲热闹很多。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特别有特色的东西。
这边还蛮流行玩这种古早味的游戏的。这有一家喜来登酒店。好特别哦！这家喜来登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夜市也太不搭了，完全是两个世界啊！蛮便宜的，哇，这么大一盘！走到底了，然后现在往回走，有没有看到特别想吃的东西？而且的确跟台北是没法比的，东西的种类会少很多。然后这种复古的游戏倒是蛮多的。在夜市走了一圈，没找到想吃的，却偶然发现酒店对面有家鸡肉饭。远处有家旺旺鸡肉饭，过去看看。哦，这边是有一家卖豆花的，然后生意超好，一直有人排队。然后这家是鸡肉饭，那我们就去吃鸡肉饭。蒜泥白肉鸡肉饭、蒜泥白肉和粉丝。很惊讶，在台湾居然有蒜泥白肉这道川菜的代表菜，但这里的蒜泥白肉和四川的不太一样，蒜味没有那么重，肉切的也更小块。没想到笋丝也特别好吃，特别的脆，而且很鲜，真的超好吃。已经吃完了，这家真的超好吃，强烈推荐。来台东一定要来尝尝这家，明天再来吃吃他家其他的东西。早上好，现在准备去吃早餐，然后有看到他的那个告示牌上有一家面线店，就在这附近。其他家比较远，这家面线比较近，所以我们打算把他给的餐券给用了。然后去面线店看看，哇，有战斗机飞过哎！我要大肠面线。哎，可以用那个券吗？可以啊。就这个。大的小的。大的。一碗。啊。内用。啊？内用吗？啊，内用。是吧？对，好。以我的经验，我卖在这里，他都可以。现在可能会少一点。在去搭公车的途中，遇到了爱唱歌卖羊奶的大叔。羊，你好，哎，怎么卖啊？这个35块。这是酸奶吗？台东是个美丽的好故乡，最新鲜的哦，谢谢您，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你要冰的还是要热的？我要冰的。哦，冰的清凉有劲，啊，热的活力四射。台东好山好水好地方。您唱歌唱得很好听。哦，真的、哦。对，我刚才在那边面线摊那里就听到你在唱歌了。哦，是哦，就是喝羊奶。自从喝羊奶，歌声多嘹亮，每天喝一罐那就是歌声多嘹亮。有没有？有。每天我就是喝，每一天喝2罐，我的喉咙是多么嘹亮。当你要离别的那一天，少了你在我的身边，遥远的故乡，高高的月亮，
请你抬起头来，看看我的新月光。走了一步，眼泪掉下来，再会把我的心伤了。好，谢谢，再见。把我的心伤了。这个是羊奶哦。对呀。哦，你第一次喝羊奶。嗯。好山好水好地方，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多可爱叫弟弟。好，谢谢。刚才买的羊奶，好像有点咸的味道。你好，这个瓶子。哦，给我，感谢你。好，谢谢，拜拜。刚才那个大叔好有趣，而且歌声好嘹亮啊！现在我们去中央市场坐公车。到处都可以听到飞机的声音。之前查攻略时发现小野柳不算太远，从台东市区搭公车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到，所以今天打算去小野柳逛逛。哦，台湾的大巴车好豪华哦！在台东有大巴车可以去池上啊，甚至还可以开到伯朗大道附近，连到火车站的车都是沃尔沃哎，很夸张。好，记得先招手。下车铃就设置在空调口旁边，这一看应该是改装过的，还蛮有趣的。现在已经到小野柳了，然后去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小野柳本名富冈地质公园，看点是海蚀作用形成的各种奇石景观。在海水的冲刷下形成的一个个小洞，非常的有趣，就好像是有鹅卵石镶嵌在里面，然后被抠出来的一样。这个豆腐岩真的好特别哦，而且就像炸过的一样，它的边缘还有一层酥黄的边。这边的岩石会更漂亮一些。那块石头远看像趴着的一只乌龟。没想到更加吸引我的是汹涌翻滚的海浪。虽然没有办法和真正的野柳相提并论，但小野柳也算蛮有特色。整个景区配套建设也很完善，而且居然还是一个免费的景点。不过天气实在太过炎热，的确不是一个适合游山玩水的时节，所以我决定返回酒店休息。来看看今天吃什么。鸡肉饭好像要来个肉燥饭吧，大份的肉燥饭。
然后昨天点的蒜泥白肉，今天点个蒜泥肺片看看吧。蒜泥肺片，然后顺便点个油面尝尝看，干的油面。好，蒜泥肺片，这个是油面。加点辣椒。这个是蒜泥肺片，牛猪肺吧，蛮脆的。昨天发现排大队的豆花店刚开门，于是去买了一份豆花。可以选3种。花生，然后薏仁，然后和绿豆。绿豆也要加一点碎冰啊？什么？好的。按65块。好，谢谢。65块。的大份的豆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豆花的咸甜之争？虽然我以前真的认为豆花应该是咸的，但是在台湾吃到的甜豆花实在太好吃了，所以立场已经悄然转变。这豆花非常的嫩滑，超好吃，而且超解渴，也不会太甜。好吃到光盘了。想着不知道下次何时会来台东，所以贪心的又打包了一份红豆牛奶冰。吃饱喝足，睡个午觉，傍晚起床去旁边的铁花村逛逛。铁花村是改造自台铁货仓宿舍，名字的由来源于100余年前，东台湾乃是由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在台东任直隶州知州，也就是现在的县长。他所撰写的《台东州采访册》便是第一本由官方所记载的台东风俗民情文献。为纪念胡铁花，台东旧火车站前的道路因而命名为铁花路。这边还有一个大大的月球，还蛮酷的。是12星座的图，我们去找一找我的星座。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隧道，真的蛮有趣的哦。哇，很梦幻的感觉。这片区域有个艺术装置、街头艺人、特色市集。夏日傍晚在这里散步，很有悠闲的氛围。这时偶遇了一位在街头教人吹叶和草编的大爷。从哪里来？我从日本过来的。啊？日本。日本的啊？你看，来，
谢谢。这样就可以吹。要把它给，要。大爷很认真的在教学，但我天资有限，还是没学会。大爷正在教一对夫妻草编蚱蜢。哦，好厉害！没想到这对夫妻居然把草编的蚱蜢送给了我，算是旅行中一个小小感动的瞬间。谢谢。祝你在台湾的行程好，会打赏的，先拍一下。谢谢你。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好，送了我一个蚱蜢，好可爱。第二天，先去酒店的合作店家吃了早餐，然后退房前往台东站。接下来，我将搭乘一列特别的观光列车，从南回铁路前往屏东。台东之旅没有去太多地方，但却让我享受到了旅行中难得的日常感，不用急着赶路，吃美食，随便逛逛，放松的状态就很舒服。希望下一次可以去探索台东更多的美景。来到了台东车站，要搭乘今天下午2点过的蓝皮解忧号前往芳寮。这是台湾的一辆可以看到海的观光列车，一起去看看会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吧。然后等一下是拿这张绿色的乘车券，从车站大厅自行走人工通道去第3月台。好。那火车是2点30分开始开放进站。好。45分发车。好。然后你们上车的时候，导览老师会发导览用的主机跟挂绳给你们。全程导览到访寮。好的。2个地方会下车做走读。好的。走读的时候车门会关起来，如果你有大型不方便携带下车的东西，放在车上没关系。好的。贵重物品跟车票帮我随身携带。我刚才呢已经去报到了。然后呢，有一张车票，一个信封，然后还有一把扇子。然后这个信封里面呢，有一个耳机，是导览用的。然后呢，还有一张明信片。然后这个明信片的后面呢，是一张以前的这种台铁的车票。蓝皮解忧号前身是台铁普快车，行驶于台东至玉里之间。在2015年花莲至台东间铁路电气化后停驶。同年8月15日至2020年12月23日行驶于南回线台东至芳寮间。后来由旅行社取得经营权，于2021年10月23日被命名为蓝皮解忧号。解忧来源于作家刘克襄描述的搭乘感受，而加上车厢的涂装是传统的蓝色，所以取名蓝皮解忧号。所以这个车厢是最安静的哦，是最安静。因为我们今天回程只有1车，所以我们就选择到最后的车厢，让大家可以舒服一点。和印象中价格高昂且装饰豪华的观光列车截然相反，
蓝皮解忧号只要新台币699，可能这是全世界最便宜的观光列车了吧。谢谢。当然，这也可以算是最破的火车，因为车上是复古的皮质座椅，没有冷气，只有电风扇。哦，只有一个导览机，等一下我可以听讲解。所以现在正确的德语是什么？请勿把投手手机伸出窗外哈。那为什么不要伸出去呢？因为前面会外面。导览老师是整个行程的一大亮点，风趣幽默，能说会道，很会讲故事。对不对？今天我很热，很幸运搭到火车的最后，小孩就往后看，来看到后面有一个窗户有没有？来，那个窗户的景色什么时候看得到？你知道吗？以前只有看电影才看得到。对，今天呢3个多小时让你看得到。这几个卫兵要拍照的时候怎样？不要靠着他哦，不然就看到了韩国最有名的电影叫什么？失速列车，就有人开始掉下去追火车了哦。对，我跟你讲，你追不到，火车可以跑70公里。那时候呢，在上班的时候呢，因为工作很忙，所以进了公司就没有时间吃早餐哦，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哦，每天吃饱了才会进公司哈。吃早餐的时候以前要什么？吃早餐要配什么？要配什么？奶茶。奶茶很好，但是有一个最好的叫什么？报纸。以前没有手机啊，所以借由他的讲述，让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台湾和火车的故事。刚好翻着就看到《自由时报》呢，上面有一张照片，好吸引我哦。一条长长的路上呢，那个桥上停了一台蓝蓝的火车哈，哇，怎么那么可爱哈？然后呢，往头上看呢，看到它的标题写着“双东人的解忧列车”哈。于是呢，我就很耐心的把它全部读完哦。好啦，作者是谁呢？作者是我们刘克湘刘老师哈。比如他说之前的火车喜欢漆成橘色，因为比较醒目，晚上也可以看得到。因为沿途有很多原住民，所以火车播报会有国语、客家话，还有族语。他甚至还讲到如何避免马蜂的攻击，不要喷香水，只要穿素色的衣服就好了。而原住民的杂货店可以赊账，没有钱可以去杂货店周转，而且没有利息。听他的描述，如同在和一位老友聊天，没有照本宣科，有的只是侃侃而谈，游刃有余。沿途我们会在2个站下车，其中一个是金轮站。金轮是台东太麻里乡一个原住民村落，以排湾族为主。下车后，身着传统服饰的导览老师带领大家走访金轮，介绍在地生活习俗与信仰。左手边这幅图画呢，就是排湾族的陶瓮，就是俗称的古陶虎老虎。那排湾族的三宝，也就是这就是站在首席位置，然后三宝就是古陶虎，再来青铜刀，再来琉璃珠，这就是排湾族的三宝。那你来说吧，来，我们导给小雨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以前的老人家怎么挑媳妇，怎么挑女婿的啊。好，然后这样的声音要很耐，要很温柔，这样老人家不喜欢像我刚刚那种声音，女孩子像我这种声音哦，嫁不出去。像你这样爱你的老人家不喜欢，哎呀，就是这个晚上的这种女孩子要很温柔的，她喜欢。到了晚上，你大灯拿放家长来你家里挑这个媳妇啊。如果部落的成年礼你过关了之后呢，就会送你一把工作刀，也是类似这个，但是不会说很花俏啊。那个就是第2把叫工作刀，第3把就这个叫做礼刀。当你结婚了之后呢，就会这个，所以变成当排湾族男人戴的这种比较花俏华丽的那刀鞘，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已经结婚了，14岁是没价钱的啦，不值钱的。好。东部地区的信仰和台湾其他地方不太相同，除了台湾特色的传统信仰，天主教更加盛行。圣若瑟天主堂就是这里的信仰中心。整个游览活动1个小时左右，我们马上要继续启程。还有好吃的小米马蹄啊，小米马蹄啊，卖完了，哎，太不巧了。
导览老师带领大家唱起了原住民情歌《我爱纳鲁湾》。没关系，来。你的家乡在纳鲁湾，我的家乡在纳鲁湾。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轻轻地唱着我们的歌声。来，正式开始了啊！原住民的掌声。100下，好，马萨鲁啊，祝大家旅途愉快，大家就谢谢马萨鲁。上火车了，好，个人的重要物品不要忘。对了，毕竟是观光列车，所以车上还准备了下午茶，一个小米甜甜圈，一瓶洛神花茶。如果是上午从枋寮坐到台东，还会有便当。接下来就来到了大名鼎鼎的多良站。多良火车站原为台铁招呼站。因游客寥寥，自2006年7月1日起结束运营。同年4月1日正式撤站，因为可以视线无遮挡的鸟瞰太平洋，被誉为全台湾最美的车站。但列车不会停车，会放慢速度，时速10公里，太平洋的壮阔随即出现在眼前。列车继续行驶，进入山区。全台第2长的中央隧道，多达18个大小隧道，每2公里就有5个隧道。窗外吹着的是时速40公里的落山风，隧道里面的风实在太大了。另一节车厢是购物区、解忧小铺，卖的周边商品设计都很不错，也蛮实用的。对不对？旅客上车喽。有没有？哎，旅客要下车喽。这个一个才100块。100块。对，100块。好，他们的造型你想通哦？你可以拿来干嘛？拿来做什么？买菜用哦，还可以坐车去哪里买菜？全年买菜，4大沙滩都可以用。然后呢，赶运的时候呢，我们的车头灯会亮起来哦，就是代表什么？你在花钱了。哎，这个很好用哦，这书包非常好用哦。这是我们的手机，你的手机可以背在身上的那个背绳。对，现在有特价，很好吃。然后买个，因为我蛮喜欢吃莲雾。可以买小包的试看看啊。好，50块而已。好。因为隧道多且长，所以这时车内还会打开小夜灯。列车继续咣当咣当的在行驶着，窗外飘着小雨，世界烟雨迷蒙，让我感觉仿佛闯进了台湾的老电影之中。耳机里面是导览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述，让人不禁脑补了很多情节。第2个停靠的车站是枋山车站，这是台湾最南端的车站，是欣赏海上日落的好地方，也是8点档黄金岁月的拍摄地。这里可以远远地瞭望到绿岛，可惜天气欠佳，否则一定是更加壮阔的落日景象吧。你手机对啦，来过奖啊！导览老师还讲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车站——嘉路站。这个站被称为最大的小站，因为尽管原本旅客不多，每日仅2名乘客，但却是军运大站，每天2到4个车次，每月货物总收入超过100万，是全台唯一有停机坪的车站，而且还有一位可爱的猫站长。近几年因为网络盛行，赶上台湾吉祥语车票的风潮，嘉路到东海的车票一下子火爆了起来，取其加官进禄，福如东海的寓意，民众纷纷到这里来购买15元的车票，和永保安康一样，成为了一种祝福的象征。
就这样不知不觉几个小时飞逝而过，我们到达了终点站屏东的芳寮站，这趟观光列车之旅就此结束。对于这次体验其实很难评价的，烈日炎炎下没有冷气，巨大的噪音，晃荡的车厢和舒适完全不沾边，而眼睛看到的美景，耳朵听到的故事，脑海中浮现的往昔记忆，却又让这段旅程变得独特起来。不知道大家对火车都有什么样的情节？至于我，它是一个强烈的符号，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内陆山区，交通相对不便，火车变成了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交通工具。小时候并不是常常能坐火车，可能2-3年才有机会搭乘一次。我脑中依稀还能回忆起那种拥挤嘈杂并且带有令人不舒服的味道的感觉。即使这样，儿时的我依旧满满憧憬，因为火车可以将我带向未知又让人期待的远方。谢谢蓝皮解忧号，让我对火车又多了一些回忆。我想我会永远记得这样一个特别的夏日午后吧。从蓝皮解忧号下车后，我又转乘台铁从芳寮到了屏东。现在已经到了屏东，雨还在一直下，不过还好酒店的距离不是很远，马上就到了。这次在屏东预订的饭店是一家汽车旅馆，本来只是因为好奇想住住看，没想到却超出了预期，成为了这次台湾之旅的最佳住宿体验。虽然大家留言都说还不够有特色，但对于我这样的普通游客却已然十分满足。关于这家汽车旅馆的更多细节，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拍的开箱影片。而晚餐是在附近的便利店解决的。在台湾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便利店依旧是我的首选。第二天，我决定去胜利新村。这边真的是蛮热闹的，是一个市场。晚上回来的时候可以在这边买点水果。哇，这个地方完全是机车大军啊！这就是我们昨天到达的屏东车站。屏东是大城市哎，居然有 U-Bike， 哇！那我还是去 U-Bike 去吧，天气太热了。胜利新村兴建于1937年，原为屏东飞行场日本陆军崇兰官舍，战后成为官军眷舍，在2018年6月更名为胜利新村创意生活园区。胜利新村的布局方正，街道宽敞，每家每户都有庭院，和我所了解的眷村截然不同，给人非常舒适整洁的感觉。这时听到一位店主正在跟游客聊天，于是好奇地去凑了下热闹。没想到偶然的邂逅，无意间让我拥有了一段非常美好而珍贵的回忆。只是我们在修剪的时候，顺着树的树形去修。那因为胜利新村是官舍，所以它有前庭后院。那以前眷村人就喜欢种树，从日本人的时代他就喜欢种树，所以日本人在这里的时候他就种了很多树，然后后面的眷村人也种了很多的树。对，所以我们认为胜利新村最值得被看见的东西是什么？是树。很特殊，谢谢。进来这里很舒服，谢谢。很漂亮，谢谢。好，谢谢。可以进来。下午再来喝咖啡吧。我说你可以，对，这样都没问题的。我来参观一下啊。参观一下，我听你的口音，您是哪里人？我是四川人。四川。对，但我现在人在台湾多久？我来旅行的，我现在人在日本。Welcome。好，谢谢。Welcome。四川很棒的地方。大概在民国1949年的时候，其实有60万的从军人跟眷属，从对岸到台湾来。那当然，
这样的分离其实是政治造成的，对，但是对人民的心跟血缘是没有影响的。是的，是的。所以那60万的人来到台湾之后，就在台湾的形成一个群居的部落，就变成眷村的由来。一个就是战后遗留建筑，另外一个部分是国民政府为了要解决他们住的问题，就找了空地开始盖眷村，盖房子，啊，让他们住。那这2个都在台湾都统称为眷村啊，只是它的规格就会不一样。那胜利新村是属于战后遗留建筑，因为所以它就是你就发现它的建筑的独特性。对，这个场域其实是日军盖给日本飞官住的，然后有前庭后院。战后遗留建筑的部分又程度又不太一样，就像这个是原来的官舍，承袭下来给国民政府的，比较高阶的军官住，那也有那种战后遗留下来的一些军事设施改建的，比如说，以前比如说像彰化跟台中都有那种粮仓啊，战争前盖的粮仓，然后把它改建成眷村，对，所以它就会形成独特的居住的生活，对，那。回来到胜利新村，所以因为它是盖给日本飞官住的，所以每一户的院子里面都有防空洞。welcome。好，谢谢。这个就是防空洞。哇！然后你可以走下去。哦。一路走，不要回头。啊，可以下去哦。对，就下去。然后我们会再相遇。哦。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哇，好特别。哦，天哪！我是发现了什么宝藏啊？太有趣了。然后这里面有一些胜利新村的这个地方的相片，哎，这个应该是老板吧？安全门，好有趣啊！哇，真的很特别。哎，真的很有趣这个地方。这边是主卧，这边是给侍从官跟司机传令兵住的。这个叫霹雳。霹雳哦，跟一般的爬山虎不太一样。不一样，对，所以你也知道爬墙虎其实不能撞。对，对墙壁有损害。它会钻进去撑开。那它这个不会。你看你看它，你看我看那个，它是用气跟依附在上面，所以你一拉它就掉了。对，所以它有植披的效果、绿化的效果，然后保冷的效果，但是它不会破坏建筑物。眷村在台湾的一种。你可以去观察的角度有几个。第一个，因为居住的人，他是因为战争的因素，把全中国各省份的人都聚集在一起，集中在一个场域里面生活。对，所以它里面在生活上就会形成一些困难，甚至形成一种乐趣，就是语言的差异，对，饮食的差异，是的，对。然后最大的就是这2个。大陆人来到台湾，其实他大概工作职业都是一样的，就是军人。对。那军人的待遇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在社会里面是相对弱势的。对，所以就是甚至于连自由，台湾最强调就是你看这个，反正就对军人的限制也比较多，然后福利也相对的少。然后就是为国牺牲嘛。然后国家照顾你嘛。对，然后给战士授田证啊，说以后回大陆给你田地啊之类的。反而实质的薪水是相对少。那眷村人怎么谋生？他又没有很惨，他不像台湾原来在这里的那个，他有很多的祖传的资产。那眷村人没有，所以他就靠他最身上带得来的东西，就是家乡的味道对，所以他就在开餐厅、开面馆、对，开山东馒头，对，牛肉面，对，四川就开川菜，就这个，所以眷村的周边就形成了一个大江南北那个
那个东酸西辣南咸北甜，大江南北的饮食文化会在台湾的眷村周边容易被看到。对，所以眷村的美食又形成了眷村的一种特色。是的，对，所以眷村在台湾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随着时代的演变，就来到了，因为眷村的房子老了，就开始都市也开始发展了，就开始改建。就是眷村改建条例就开始改建，然后把土地释放出来，然后所以你会看到全台湾大概超过80%以上的眷村都拆掉了。那胜利新村在台湾的眷村又是独特的一个角色。胜利新村是被指定为历史文化资产之后，就阻挡了改建的步伐。所以它才太棒了，保留下来，太好了。然后移交给地方政府去管理它的文化资产，因为文化资产保护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对，所以就由屏东县政府来规划这里。那所以当时我还住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这一段的过程。所以您本来就是这里的居民。对。那我们就经历了这段过程，我们出来论述说，我们可不可以把房子留下来？我们可不可以把树留下来？我们我个人更在意的其实是树，然后每一棵树都很有年纪，树就给人的生活其实是带来很多不可或缺的价值。是的。谈到树，然后谈到房子，那我们再加一趴。新村因为它是日本人建造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其实沿袭了飞陀系的建筑。那你会看到第一个上面有黑瓦，然后黑瓦再往下就有木质的块木的天花板，在室内，然后再加上这个四周围有这个气孔，长方形的那个气孔，它就形成了在黑瓦以下、块木天花板以上，就形成了一个热对流的空间，然后热气就从这个气孔排出来，排到户外。那来到底下，你会发现它有气孔，对，房子的四周围都有气孔，这个气孔在你蹲下可以看到对后院的，所以它相当于是隔开了，跟它对，把房子跟地隔开了。然后对，所以升高之后呢，它就有里面的是木地板，那在木地板跟这个地底下这个空间，就把湿气跟隔绝了。有句话叫“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但是在这个建筑你可以看到粪土之墙是可以污的。那这个土墙有什么效果？就是它比砖造的房子它会吸热，然后吸水，然后太阳一晒之后，它就会把它的水分释放出来，所以人就在那种砖造的房子里面就会不太舒服。对，这种土的房子它会吸潮湿，对，所以它的在里面的空间，对，竹编夹泥墙也是很有特色的。是，你看这个也是我刻意用出来的。哇哦，这个是原来这两条是电线，一个地线，一个火线。那你看木造的房子，一般我们都认为它容易着火，是危险的。可是它竟然把电线跟木头埋在一起。所以他以前就这样子，这是以前的样子。哇！只是我把它做了一个保护的一个东西。我没有把它拆掉，我把它留下来。你看到显然危险的不是电线跟木头，而是电线跟电线。所以把它隔开。对，所以他用木头来把电线隔开。所以你看这两条线如果碰在一起，就会走火。对。但只要分开就很安全。所以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东西叫这个这个叫爱子。爱子的功能是什么？它就是跟那个木头是一样的意义，就是把地线跟火线分开。所以在这个房子的上面，我们我在修缮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我用了非常多，大概快700个爱子去修缮这里的电线路。把它都整齐的分开，这样子。对，都用爱子来分。像现在的工法是像那样。它是把地线跟火线埋在水管里。对，管道。对。那以前木造的反正那个是危险的，这个反而是安全的。反而传统方法是安全的。对，所以从老的建筑里面会看到老一辈的人的智慧。对，所以我就刻意的把它呈现出来。主理人Josh和同伴的努力下，让我们有机会一窥旧时光的模样。眷村，那个以前在台湾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听到的名字，此刻在我的眼前开始具象化。谢谢如同 Josh 一样的眷村人的坚守，
让更多的人能了解眷村，了解那段艰苦却又充满美好的岁月。告别 Josh， 我想着午餐吃什么，本来打算去家川菜馆，因为有了解到老板是四川人，没想到不凑巧，老板回乡，所以没有开门，于是去了另外一家眷村餐厅。我点了四川燃面、酱烧猪脚、酱烧猪耳朵、鸭油葱拌饭、椒麻皮蛋豆腐，吃撑了也只花了355元。这家店的菜品味道是真不错，价格也不贵，非常推荐大家来品尝一下。可没有吃到那家川菜，始终让我觉得有点遗憾。于是2个多月后再来屏东，我毫不犹豫地决定一定要去尝尝那家川菜，没想到却大失所望。这是我们点的水煮肉片，首先它的分量看上去会比四川少很多，但不知道味道如何。下面全都是豆芽，哦哟，豆芽太多了啊！2片、3片，就那几片了。这全豆芽。看来现在物价是有点高啊！这道菜居然要200多块，太夸张了。然后超级小的一份，价格略贵，菜品分量略少，关键是和我熟悉的味道相去甚远。有意思的是，用餐期间，邻座一位台湾男生来问我对这家菜品口味的评价，我如实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虽然口味这个东西非常主观，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我还是要负责任地说一句，想品尝正宗川菜，这家真的不值得推荐给大家。我也想问问台湾的朋友，有没有推荐很值得一尝的川菜馆呢？吃完午餐，9月初的天气依然十分炎热，于是像在台东一样，我决定返回饭店睡个午觉。现在刚从酒店出来，因为今天下午下雨，加上太累了，所以就一直休息到现在。然后晚上出来看看屏东的夜市，然后查了一下，离住的酒店大概1公里左右，所以就准备走过去。现在的天气也比较凉爽，然后这条路还蛮安静的。今天在胜利新村吃的午餐吃的比较撑，所以晚上其实没有太多的余地吃晚餐，就想说去夜市看看有什么特别的，然后可能再去买一些水果吧。中途路过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宫庙，再次把我震撼到了。屏东的交通信号灯很可爱，相比于花莲、台东，屏东的夜市人来车往，热闹很多。但对行人而言，这里的机车的确是一种困扰，交通很容易堵塞。这是为什么这个夜市允许机车通过，所以就会比较的拥堵一点。在返回饭店之前，我去附近的市场买了凤梨。本以为在市场买水果应该是很明智的选择，没想到这一次居然踩雷了。买的凤梨比较硬，没什么味道，也不太好吃。第二天一早从屏东出发，我将前往小琉球，开始一段短暂却又自由自在的海岛之旅。现在已经到了屏东转运站，要坐的是8202，好吧。准备搭乘是8点的客运到东港，差不多9点就能到。本车由屏东开往东港，经广安、内庄、知名旅途
平快，一路平安。港仔前到了，港仔前，刚刚过了田。我已经到东港转运站了，现在要前往码头。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去小琉球那个码头应该在哪里坐呀？这一台可以。就是这台吗？哦，好，谢谢。市区客运，本车由东港转运站开往沿流线船运服务中心。祝您旅途愉快。我已经下车到了东流码头，然后看看在哪里买票。要买票吗？是到小琉球吗？对呀。是几点的船？现在有8点，有10点跟那个9点45、9点40的，你看你要坐哪一家？9点40，9点40多少钱一个人？450来回，来回不限时间，你几天回来都 OK。一定要坐，比如说你坐太木，一定要坐太木回来。3家都是5点20分末班船。那就相当于是买来回要有优惠是吗？就是如果只买单程。然后不好意思，再问一下，就您这个价格是统一的吗？就是每一家的价格都是统一的。对，没关系，我给你做430给你。OK， 好，谢谢。你要看你要做哪一家。那9点40只有太富对，那就9点40的吧。还有9点45分啊。那9点40，那我回来的话只有8点和9点50吗？对呀。哇，那没关系，那我做8点的吧。好。因为琉球明天很多人，琉球明天迎往。所以早一点回来会比较好。对啊，当然的啊。好。来，给你说430。好，现在是9点40的船，我们现在在这边等船。来回票的话是450元。那我真的有买到优惠的价格耶，太棒了。然后这一家叫流星，会便宜很多。380，但是它的船班的时间比较少，只有8点、11点半，然后返回的也要少很多。小琉球官方的名称叫琉球屿，位于台湾本岛的西南方向，面积6.8平方公里，是台湾唯一的珊瑚礁离岛，也是其中交通最为方便的那个。从屏东的东港码头只需30分钟船程便可到达。台湾的几个离岛中，我只去过绿岛，虽然我很喜欢绿岛的风景，但的确交通远不及小琉球这么方便。这次预定的民宿离白沙港码头不远，因为到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我先办完入住，放好行李，然后打算去租电动机车环岛。沿着这个斜坡往上走，大概200米就到了。今天天气真的还蛮热的，这个路还蛮窄的。这家冰店，一会儿可以来吃一碗冰。风云代天巡守王驾，应该是这家，因为看到了它的名字。那我帮你圈起来，有3个景点是要付费的，这3个。OK。对，如果你需要的话，一个人是120元，到任何一个地方的票口都可以买到票。OK。对，所以如果你想去的话，都可以去。好。还记得，如果要去的话，票根可以留着，因为其他的地方没有做完，还可以继续使用。对，好。那这2天的话，这个沙滩不能去，因为明天这边有王船祭典。好的。对，那这边的话，因为现在整理沙滩，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好，没问题。那如果想去海边走走的话，像花瓶岩比较近的，或者是隔板湾跟后石渔澳，好，对，这几个地方都可以去。已经从民宿出来了，准备去租电动车。我刚才有问老板说，整个环岛大概就是12公里左右，然后400块可以租24小时。
然后刚才老板也讲说，因为明天要迎王，所以有一个海滩是不能去的。然后同时，因为要迎王，所以今天是完全不能下海的。还好我本来也没有打算说今天要下海，所以就还好，不会觉得很失望。现在的时间是11点，好，那你就是明天的11点还车。对。那我顺便教你怎么看电量，那我顺便跟你收400块。好好好。那我先教你怎么看电量，好的好的。使用这台车。好，谢谢。这台车只要转开，它就通电了。OK。然后它可以直接就可以骑了，不用按任何键。好的。那我们的电量的话，现在一转开，它这里是不是有个87.5？对。那我们骑到81.5的时候，我们就回来换电。那但是87.5到81.5，它可以绕小琉球外围2圈3圈都没有问题。OK。小琉球的环岛公路18公里左右，骑机车40分钟就可以环岛1圈。推荐几个我很喜欢的地方。第一个景点是大名鼎鼎的花瓶岩。这个海蚀柱蕈状岩因为形似一个插在水中的花瓶而得名。这里是小琉球的地标，也是浮潜的好地方。现在我们把车停在这个停车位这个地方，然后准备去美人洞看一下。然后它这边是有3个景区是收费的，然后是卖的联票，已经买好了门票。这个门票是包含3个景点，而且如果今天没有去的话，明天还是可以继续用。先到美人洞来看一看。美人洞是由珊瑚礁组成的礁岩洞穴，各种奇石景观是其看点，以美人洞13景为名。哇，这个地方看海也太棒了吧！这刚才买的海龟冰棒。那哪一杯？还有人这个买不醉的。哪一杯啊？买些冰水啊。好。芒果的味道还蛮浓郁的，很好吃。但是70块钱的价格有点稍微贵了一点。这边这个亭子就是望海亭，哇，视野也太赞了吧！而其中我个人最爱的就是望海亭，这里有着无敌的海景，很适合发呆放空。珊瑚群礁的海岸线，海水有着果冻一般的颜色，实在是奇异。See how the mainsail, see how the mainsail, call for the captain ashore. Let me go home, let me go home. 珊瑚生态廊道也是一个看海的好地方。
格板湾是位于岛屿西南方一片绵延的白沙滩，从天空俯瞰，海蚀平台很美，但因为有离岸流，这里并不适合游泳。现在是下午2点半，哇，阳光真的超级的强烈，所以我决定先回民宿办理入住，然后休息一下，等差不多4点过再出来。好，谢谢。这就是今天住的民宿的房间。一到房间脱下衣服，发现胳膊的颜色泾渭分明，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洗完澡休息一下，然后出去吃了那家冰店。你好，我要一个布丁奶茶雪花冰。外带。在这里内用。你要加配料就外加。那我再加一点那个芋头和汤圆吧。没有汤圆的。那就芋头。布丁超级 Q， 加了芋头。这个真的蛮好吃的，果冰特别的细腻。超级 Q。没想到我是当天最后一位客人，真的很幸运。太阳快落山了，褪去了炙热的气息，我又去环岛了。第二天一早，我早早起床打卡了岛上的灯塔，而此时的小琉球正在迎接着3年一次的最隆重的节日——琉球迎王平安祭典。屏东的东港、小琉球一带有着古老而坚定的王爷信仰。每3年一次的迎王平安祭是当地最重要的祭典，居民隆重迎接代天巡守千岁爷的驾临，祈求神明庇佑，保佑居民平安健康、风调雨顺。活动包含巡港角、请王、绕境、牵船以及送王、烧王船等等。整个活动持续7天。这7天在外的游子会不约而同地返回家乡，共襄盛举。每个人参与其中，同心协力，共同守护着这一份传统文化。有意思的是，每次迎王的具体时间也是当年元月拔杯决定的，而我碰巧遇到了迎王祭，也真的很幸运。第一天的重头戏就是小琉球迎王独一无二的巡港角，由三龙宫三府千岁与碧云寺观音佛祖等众神登轿乘船，几十艘渔船依次出港绕行。彩色烟雾弹在天空绽放，鞭炮、锣鼓声震耳欲聋。看到如此宏大的场面，让我很是感叹。在如今这个时代，这样隆重的传统仪式显得越发的珍贵。神明赐予的信念是一种无穷的力量，凝聚人心，也帮助人们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人带着各种兵器来的。从小琉球到了高雄，半个月的独行环岛之旅快落下尾声。因为疲惫，所以在高雄的2天没有拍一支完整的影片记录。不过这一次，台湾的好朋友 Tim 专门从台北坐高铁南下，带我去吃美食。而我也与我的 YouTube 观众高雄的在地妈妈 Flora 第一次碰面，大家一见如故，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借由2位的介绍，也让我更加了解高雄，同时更爱这个城市。期待下一次可以探索更多高雄的美景和美食。谢谢大家耐心看完了整支 Vlog 影片。从这一次台湾之旅回来，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快4个月的时间，我总算陆陆续续把完整的记录拼凑了出来。旅途中的美好和感动依旧萦绕在心头，同时我又开始期待起下一次的台湾之行。